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西兰花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炒不好，炒出来很容易花黄。今天就把最家常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挑选西兰花，我们要挑选这种颜色翠绿的，这种西兰花更为新鲜。首先把花朵一朵一朵的切下来。西兰花堪称蔬菜皇冠，富含维生素 C、 膳食纤维和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在提供营养的同时还可以帮助消化，尤其是老人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西兰花。中间的菜梗也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炒肉吃，也非常的美味。接下来把西兰花简单的给下刀。西兰花我们尽可能的切小朵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其实给刀也是有技巧的，把菜梗部分切开来，然后掰一下，花朵部分我们就不会用刀切，这样处理之后的西兰花就没有什么碎末。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在烹饪的时候使其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小朵，放在大一点的盆中。因为西兰花的结构比较复杂，千万不能直接下锅炒，我们要添加一个步骤，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1大勺的普通面粉。因为西兰花生长在室外，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。翻拌均匀，浸泡10分钟左右。西兰花要好吃，我们要加入1小把白玉菇，把根部切掉一小部分。白玉菇看似非常的干净，其实表面难免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。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把白玉菇浸泡2分钟左右。2分钟以后，我们再简单的清洗一下。经过这样处理之后的白玉菇就特别的干净了。洗净之后再控干水分，这样方便入味。接下来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块去皮的老姜同样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，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1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今天只要葱白部分，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切好和小米椒放在一起备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蜂蓉鲜，加入1大勺的生抽酱油，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样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的西兰花也已经浸泡好了，我们要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一些面粉和杂质全部淘洗干净。有条件的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捞出来放在竹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，然后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
接着加入几滴食用油。加入食盐是提前给西兰花入下底味，食用油是锁住西兰花的营养不流失，而且在焯水的过程中不容易氧化变色。西兰花一定要水开以后再下入，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水开以后煮2分钟左右，这样西兰花就不容易变色，而且营养也不容易流失。焯水之后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自然放凉，这也是西兰花爽脆的关键。用筷子翻动一下，使其快速的凉透。很多朋友省略了过凉这个步骤，难怪炒出的西兰花很容易发黄。大约在5分钟左右，西兰花完全凉透以后，直接捞出来，放在漏筛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把准备好的白玉菇倒在锅中。我们要把白玉菇翻炒一下，炒出香味。白玉菇有鲜味宝库之称，富含蛋白质、多糖体和多种氨基酸，鲜美可口又营养丰富。把切好的辅料倒在锅中，炒出香辣味。接下来把西兰花也倒在锅中，全程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西兰花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这里一定要开大火，不然的话西兰花很容易出汤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花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下去，再次快速的翻炒，把西兰花炒至入味。因为焯水过后的西兰花大约有7成熟了，所以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。翠绿的西兰花，雪白的白玉菇，搭配上鲜红的小米椒，几种食材完全的融合，看着都特别的有食欲。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非常的入味了。把炒好的西兰花盛在准备好的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炒出来的西兰花颜色翠绿，一点都不发黄，加入了白玉菇，吃起来有白玉菇的鲜香味。因为西兰花里面含有大量的草酸，我们一定要焯下水。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西兰花尽可能的切小朵一些，只要记住这2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味道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